1924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带兵入关，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此战奉军打败了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先后占领了直隶、山东、安徽、江苏、上海5个省市。以当时的情形来看，张作霖的奉系军队颇有统一中国的架势。然而仅仅过了1年的时间，大好局面就毁于一旦。奉系军队先后丢失了上海、江苏、安徽3个省市，而盘踞山东的奉系军阀张宗昌也有不利趋势。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局面？张作霖出生于东北地区的一个贫农家庭。张作霖年轻的时候，先后做过兽医、土匪等底层职业。张作霖这人堪称是民国军阀中的一个异类，其他大大小小的军阀，别看他们打得头破血流，但他们都是上层圈子中的自己人。民国看起来乱七八糟，但本质上都是人家圈子里的权力游戏。而张作霖却能以一个圈外人的身份参与这场游戏，着实是一个艺术。老张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跟东北地区特殊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东北地区是满清政权的龙兴之地，所以清朝一直都看得非常死，随时准备哪天在中原混不下去，还能回关外打猎。所以东北在很长时间都是地广人稀的荒芜之地。直到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开始入侵中国，沙皇俄国对东北地区虎视眈眈。以当时东北地广人稀的人口结构，清政府恐怕很难在沙皇俄国的觊觎之下保住这条后路。为了保住东北，清政府不得不放宽了对汉人的管制，允许他们进入东北地区，这就是著名的闯关东。毫无疑问，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正是因为汉人成为了这里的主体人口，所以哪怕后来东北几经易手，最后还是回到了中国的手里。可是闯关东在巩固关外的同时，又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这块蛮荒之地突然涌入了海量人口，清政府在这里的管理跟不上去。如果政府不去填补这块权力真空，那自然有人会去替代它，而填补这个权力真空的就是各路土匪。所以我们看民国电影的时候，会发现东北的土匪特别多，比如做山雕之类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而张作霖就是东北土匪中最成功的一个。张作霖本来也是东北众多绿林好汉中的一员，但是这个人特别有眼光。相比于其他土匪的烧杀抢掠，张作霖发现替代政府给东北百姓提供安全服务才能够细水长流，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姓赵的地主当上门女婿，娶了张学良的母亲赵桂春，从地主岳父那里融到了人生创业的第一笔天使投资，组建了专为各地村庄提供安全保险队。作为回报，当时东北的村民要定期给他上交一笔保护费。靠着这种模式，张作霖渐渐做大做强，并且赢得了良好的口碑。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沙皇俄国趁机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而在这次事件中，张作霖选择站在了清政府一边，所以当清政府收回东北之后，他就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命为第5营统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党人蓝天卫等人控制住沈阳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无兵可用。张作霖瞅准机会，带兵勤王，镇压革命党，控制了东三省，从而接收了清朝在这里的所有遗产。袁世凯上任后，张作霖就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此后张作霖就一直都在关外休养生息，积攒实力，整合东北势力，没有参与关内的军阀混战，这使得他可以一步步做大做强。1920年，自觉羽翼丰满的张作霖开始插手关内的事务。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就分裂成了直系和皖系两大势力，两派为了争夺中央领导权混战不休。最初占据上风的是出身皖系的北洋军阀段祺瑞，而落了下风的直系军阀不甘失败，于是就想到了拉关外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入伙。正好当时张作霖也有这个意思，双方联手成功夺取了北京的控制权。但是直系军阀跟奉系军阀属性不同，终究是尿不到一个壶子里的。因为北洋军阀里头，直系军阀的背后是英美两国的势力，而皖系的背后则是日本人的势力。众所周知，张作霖的背后就是日本人啊。按理说他跟皖系军阀才应该是一路的，只不过因为权力斗争才站到对立面而已。所以两派势力组建的临时政府很快就矛盾频出。由张作霖举荐的财政部长梁士仪是个亲日派，他在任期间干了一件犯众怒的事，
那就是用中央财政的钱去赎买日本人非法占据的交际铁路。这条铁路是山东的一条交通动脉。巴黎和会的时候，列强把德国的势力范围划给了日本，这条铁路也随之落到了日本的手里。为这事，中国还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才多久之前的事啊！现在你要拿中国人的钱赎买这条本属于自己的铁路，这不就是变相承认日本占领山东的合法性吗？更过分的是，梁士仪还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向日本人借款，然后用借来的这笔款子去壮大奉系军阀的实力，这吃相实在是太难看了。1922年，直系军阀再也忍不了张作霖的代理人，赶走了梁士仪，双方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直系军阀吴佩孚使用诱敌深入、迂回包抄的策略，把入关后的东北军步步引入陷阱，然后抄了他们的后路。奉系军队两面受敌，兵败如山倒。只有张学良和郭松龄领导的奉系新军勉强稳住阵脚，有序后退。当时吴佩孚想着敌乘胜追击，把张作霖彻底消灭掉。可是在山海关一带，被张学良师徒的阵地战所阻击，一直寸步难进。后来张学良在回忆录中经常嘲讽吴佩孚军事能力不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前面说过，直系军阀的背后是英美列强在华势力。吴佩孚把日本人的代理势力张作霖赶回关外，这是英美乐于看到的。可是如果他想彻底消灭张作霖，那英国人就要出手阻止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制衡，如果谁的代理人打破了这种平衡，那么背后的主子很有可能就会亲自下场干预。当时英国人的势力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江河之下，他不想跟远东地区风头正盛的日本人打一场英日战争，所以出手阻止了张吴佩孚进一步行动。双方在英国人的斡旋下，在一条英国军舰上签订了合约。张作霖第一次染指关内的行动宣告破产。直奉战争的胜利让吴佩孚声望大涨，一度登上美国《纽约时代》杂志的头条，被誉为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人。而当时的吴佩孚也是这样想的，打败了张作霖之后，他就立马着手发动统一战争。结果日本人出手联系了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三大势力，组建了反直三角同盟，抗拒统一战争。但当时孙中山跟张作霖分处天南地北，真正站在抗直第一线的其实是皖系。这个倒霉鬼扛住了吴佩孚绝大部分的火力输出，也把自己的最后一点家底输得干干净净。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之后，张作霖退回关外整军，东北军的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与之相反，吴佩孚的势力却在连年的混战中逐渐削弱。与此同时，直系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冯玉祥等人不满吴佩孚的打压，所以勾结张作霖，一起推翻了吴佩孚的亲密战友曹锟。内外夹击之下，吴佩孚的势力是兵败如山倒啊！直皖两系鹬蚌相争，最后却被奉系渔翁得利，他们的地盘全都被张作霖给收入囊中。说到底，还是东北的地缘位置太好了，能够像当年的满清一样坐山观虎斗，等关内势力斗得两败俱伤了，再一波带走。可正所谓物极必反啊！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的事业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问题频发。张作霖入关之后，先是学起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将已经失势的皖系军阀段祺瑞重新扶上台，想借助老段的威望一点点控制关内。可是段祺瑞毕竟是北洋之虎，一代枭雄，又怎么可能甘心当张作霖的手上的汉献帝呢？于是他就想方设法想着要搞掉张作霖，结果计谋被识破。张作霖失去耐心，强行登基，当上了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任总统。汉献帝跟楚怀王这些傀儡并不是全无作用的，他们的作用是让投靠这个集团的人跟你处于同一级别，而不用担心被吞并。一旦称帝，像荀彧那样的合伙人一下子就从平等的战友变成上下级的君臣，人家就不干了。张作霖这一招无异于把自己的路走死。张作霖犯的第二个战略错误是他不应该在打败吴佩孚之后越过长江占领上海。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列强在中国是有势力均衡的，谁也不能打破这个均衡。而当时长江正是中国的三八线，长江以南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张作霖这么干就是越界了。当时长江以南一盘散沙，都是一堆大大小小的军阀，单挑的话谁也打不过张作霖。所以在英国人的撮合下，
扶持一个叫孙传芳的直系军阀上台整合江南力量，组建了东南5省联军跟张作霖打，史称第3次直奉战争。即便如此，张作霖也未必一定会输。可这时候他犯了一个跟诸葛亮一样的错误，他竟把自己的心腹参谋杨宇霆派去担任江苏督军，主持前线事务。这个杨宇霆跟马谡一样，都擅长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他们也有一个同样的缺点，那就是不能临阵统兵。杨宇霆在实操上的能力差得一塌糊涂，根本不是孙传芳的对手。江苏、安徽2省的势力范围很快就被丢掉了。张作霖犯的第4个错误是把山东这块地盘交给了并非心腹嫡系的张宗昌。张宗昌虽然号称张作霖手下的五虎大将，可他既不是张作霖创业时的元老，也不是张学良的太子党，而是1921年军阀混战失败后半路出家投靠张作霖的外来势力。按理说这种人是不能够信任的，可张作霖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把山东交给了他。山东是什么地方？山东余盐之力，富甲天下。自古以来分封在这里的诸侯，10个里头有8个都是要割据造反的。张宗昌就是这样的人，他利用山东的钱不断壮大自己，羽翼丰满之后干脆连老张的话都不听了。此外，张作霖内部还有一个很大的隐患，那就是张学良的老师郭松龄跟杨宇霆不和。这2个人都是身负大财的人，谁也看不上谁。而张作霖在2人之间经常拉偏架，偏袒杨宇霆。杨宇霆前线兵败回来之后啥事都没有，而对于立下大功的郭松龄呢，张作霖却是刻意打压，有功不赏。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张作霖的帝王心术在作祟，他是想让以后张学良接班之后再让他来奖赏郭松龄，这样郭松龄就会感激张学良。相反，如果现在把郭松龄拔得很高，那么张学良上位之后，郭松龄容易就会恃功骄主。可郭松龄不明白这一点，他只觉得老张是在刻意打压他，于是就联合冯玉祥在北京一带搞事情，最后还直接杀回了关内，差点把张作霖的老家给端了。与此同时，山西高原的阎锡山也不甘寂寞，他看到老张落魄了，也想出来趁火打劫，派兵占领河北涿州等地。不久前还风光无限的东北军一下子变得四面楚歌。虽然最后张作霖父子拼尽9牛2虎之力把郭松龄、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一一摆平，但是奉军再也没有统一天下的希望了。归根到底，张作霖这片江山得来太易，失去的时候自然也容易。